都他妈招子放亮点儿！敢漏掉一粒黄货，我他妈要了你们的命！你他妈不好好干呐！好好干！我来老金沟已经快3个月了，本想来这讨点金子运出去，卖鸡小弟过个小日子，谁曾想落入胡子手里，成了苦工。这里没有秩序，没有道理，枪杆子和地位就是绝对的话语权。只要你不听话，敢对金子有非分之想，就会被当场处决。他妈的你！哼！臭东西！他妈的，让你好好干活你不干，想他妈找死是不是？我没有，把头。你他妈没有，你他妈还给我犟嘴，信不信老子打死你？把头，我真的没有偷懒，我没有。别说没有，把头！他妈的，去你的！出货了，拿来，让我称称。都他妈快点儿！嘿，什么情况？我居然能看到物品的价格，能看到金子含量。去给我运点金沙回来！哎，好，你他妈快点，再不快点，抽死你！妈的！果然，在这里，人命是最不值钱的东西。出什么事儿了？二当家、三当家又不对付了，搁这儿争矿口所有权呢。二当家，玉罗刹，没想到居然是这么个标致的美人，只可惜杀人不眨眼。这是二当家的衣服，够买我几条狗命的了。看到那10堆金沙堆了没？那就是矿口的10条金沙河里捞出来的。每人呢3次机会，谁能选出含金量最高的那堆，谁就能入这个矿口。刚刚那个师傅呀，已经浪费二当家1次机会，二当家一怒之下就给他结果了。这二当家也太无情了，不过是浪费了1次机会就把人给杀了。谁都有打眼的时候。没办法，现在是大当家撂瓢把子在即，二当家、三当家正上位的时候。二当家如果输了，这个矿口就归三当家了。二当家输了，不仅输的是矿口，更是他这条命。所以啊，二当家输不起。玉罗刹，我们可是说好的，每人3次的出手机会，你已经浪费了1次了。接下来，如果你不能开出高过1斤的金堆，你脚下的这片矿场可就是我镇三江的啦！镇三江旁边的金眼雕是点金火的亲传弟子，第1次就帮镇三江选出了难得一见的金堆。你来选。这堆金沙表面是砾石层，混合着细腻的黑沙层，说不准有高金沙含量，我就选6号。要想离开这个暗无天日的矿山，只能引起上位者的注意。目前看来，这个雨罗刹是最好的人选。等一下，这堆沙堆含黄货不足半钱。这堆沙堆含黄货不足半钱。
你是哪个空子？二当家的，他就是来老金山刨食的一个苦力，啥都不是，我这就让他滚。你他妈的捣什么乱？这都是你说话的份儿，赶紧给我干活去！你他妈臭苦力，你懂个屁！这沙堆，但凡开了手，就定了道。你这平白无故浪费一次机会，难道是想让二当家栽到这去吗？你他妈了个巴子的！你什么狗东西在这瞎叫唤？你要真这么有能耐，你他妈还在这嘎达当苦力？小兄弟，这不是你说话的地方，咱们都是做苦力活的命。哎，咱们先赶紧回去吧。现在走，二当家还能饶你一命。哎，英雄不问出处，谢了兄弟。妈的！你他妈还在躲是吧？你个臭卖苦力的，哪来的再滚哪儿去！再他妈敢瞎刺一句，我叫人割你的舌头，封你的嘴！既然你说这堆金沙开不出半钱是吧？老子倒要看看真假！来人，给老子摔！你当真这堆金沙里黄货含量不足半钱？顶多也就3分5。二当家的，也就筛出了不到3分的黄货。什么？也就筛出来不到3分的黄货，真叫他说中了。老子不信了，他不过是瞎猫碰上死耗子，走了狗屎运了他。废物！二当家的，我跟你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最后一次机会。好，这可是你说的，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给我滚去挑！妈了个巴子！你要学多久？老子没空陪你耗。二当家的，如果要让张龙选的话，那可就瞧完了。你他妈就找死！你叫什么名字？杨开山，我凭什么相信你？就凭我刚才猜对了，而且这张师傅现在心里慌。好，那我就把这最后一次机会交给你。行，但是二当家的，我有一个条件。敢跟我玉罗刹谈条件，你说说看。我要是帮你赢了这赌局，我要挂住归柳，脱离苦役。就这些？对，就这些。好，老娘答应你，但你要记住了，我这人最讲规矩守信用。你要是挑不出这1000以上的金堆，那么下一个躺这儿的就是你。二当家的，你可不能随便相信个公子的话。滚！幸好还有2个2000的沙没被挑走，不然我今天真交代在这儿了。小子，你到底会不会选？别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小白脸吧？玉罗刹，不是我说你，怎么能把自己的命交给来历不明的空子？我选2号。二当家的，他杨开山就是什么都不懂的苦力，说不定他刚开始就是蒙的，他就是对方派来的，对，他就是对方派来的，专门给你下套的。张龙，我看在这么多年你帮了我那么多忙的份上，我饶你不死，但你要再敢胡说八道，就不是抽鞭子那么简单了。二当家的，二当家的，我还有另外一个要求。得寸进尺。说，我要是赢了这赌局，我要顶了张龙的腰，然后做您的长眼师傅，顺便再把他的舌头给割了，把嘴巴给缝上。好，我答应你。二当家的，你可不能听他胡说八道。你刚刚不是说他都是蒙的吗？那还有什么好怕的？
二当家的，怎么样？只有7、8分的黄货。亏老子还以为你小子有点真本事。我就知道你是一个没用的废物。不可能！我刚刚明明看到有2000的黄金呢。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二当家的，让人帮我准备焦炭炉、耐火的粘土干锅，还有一大盆清水。别再说花招了，玉罗刹，这就是你教的人吗？没有人教他，愿赌服输吗？二当家的，我要这些东西，自然有我的办法。现在只剩这最后一次机会了，只能豁出去了。给我把焦炭炉和干锅弄上来。是。老三，没有人教你，这黄货缴不了，你就连这点耐心都磨不了。好，我到底要看看你们耍什么花招。哼！别他妈瞎搅和了，再搅和搅和，也不能1分变2分，2分变4分。你当这是变戏法呢？早他妈让你早点走，你偏不听。现在把二当家的架在火上下不来台，你这纯属自寻死路。亏老子还高看你小子一眼，原来是个中看不中用的人呐！他奶奶的，总不能一直干等。老子再给你最后3分钟，再找不出黄货，就算你玉罗刹输。这么着也不能说我镇三江不公吧？哼！3。杨开山，弄不出黄货，这3分钟就是你的催命钟。别瞎搅和了，还是赶紧想想留什么遗言吧。咦，有了，有了！2000，真的有2000黄货！好小子，真有你的！你怎么知道这2号沙堆里有这么多金货？我看这2号沙堆的沙质比较细腻，像是能出黄货的沙质。然后这之前，这金子和这沙堆还有杂质裹在一起，这大火一烧啊，它就露出本质了。玉罗刹，算你走运，今儿个这矿就归你了，来日方长，明儿个咱们接着较量。哼！你平日里对我们又打又骂的，今儿就好好惩罚惩罚你。来人，把他给我拖下去，把舌头割了，把嘴巴缝起来。不要啊，二当家的，二当家的，二当家的呀！二当家，您这是？吃饱喝足了，下一步该干嘛呀？二当家，咱不是说好了吗？我帮你赢下这矿口，让我顶了张龙的窑吗？就这么简单？要个窑子就完了？不想再吃点别的？二当家，有话好好说。既然你吃硬不吃软，
那老娘就敞开这天窗说亮话，明儿就是大当家的撂瓢把子的日子，要从我和这镇三江里面挑一个人出来继承二龙山。我希望你可以帮我。你成？如果这忙帮得好，我可以考虑让你来做二当家，或者把我自己送给你，不是不能商量。二当家，这花生米凉了，就不好吃了。从今儿个起，老子我坐山雕就撂瓢把子了。恭喜大当家！金盆洗手，撂瓢把子！恭喜大当家！金盆洗手，撂瓢把子！虽然老头子我撂了瓢把子，但是并非不管我们二龙山兄弟们以后的死活。今天我们就把下一任的总瓢把子给选出来吧。是，我们选大当家的无非就3条了。这第一嘛，就是得能来财，说白了就是得让我们兄弟们以后有个活路。这第二是自己个儿得硬，第三那就是能豁得出去性命，不能是个软蛋。大伙儿说对不对啊？是。好，老二老三，那就开始吧。哎，大哥，这是前天晚上我和兄弟们砸了一个富户的轿，嘿嘿，带回来的白货4000银元，古董花瓶3只，古董字画5幅，还有2个小娘子，总价值不下1万把银元。好，好，好。老二，你准备了什么啊？我们二当家为大当家准备歪把子机枪5挺，药品阿莫西林2箱，还有虎皮袄5件，还有1件神秘礼物，总价值加起来也不下1万把银元。这个就是我特意为大当家准备的雄鹰一只。玉罗刹，这就是你准备的东西。枪支和药品我算你勉强过关，但这只死鹰是怎么回事？人人都知道大当家的爱熬鹰，嘿嘿嘿，你偏偏送只死鹰，不是在咒他吗？到底怎么回事？这个鹰明明是你一直在看守。二当家的，我一直守着寸步没离，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既然鹰死了，那你也别活了！饶命啊，二当家的！饶命啊，二当家的！老二，今天是我撂瓢把子的日子，不要见血腥了。是大当家的。不过你的人应该好好管管，连只鹰都看不住，我以后怎么把这么大的家业交给你呀？请大当家明察，这只鹰它原本好好的，突然变成这样，那肯定是有人暗中捣鬼，故意要陷害二当家，叫二当家栽跟头。你
就是玉罗刹新找的长眼师傅？正是在下。哼，净是些歪理。就算是被陷害，那也是你们自己不小心。依我看，就算没出事，那点东西也不足1万把银元，也配称作献宝。三当家，你急什么呀？其实我们二当家这只鹰啊，它只不过是拿过来逗大家开心的一个天头，不是献给大当家真正的礼物。献给大当家真正的礼物，在这里。我还以为是什么东西，竟然是块破石头！玉老叉，这就是你的后手？一会儿拿死鹰咒大当家的，一会儿拿块破石头来骗大家。我看你就是在拖延时间吧。三当家，你不懂啊，我们不怪你。但是我手里这块石头啊，可比现场的所有东西都贵。什么？这人疯了吧？也不看看是什么场合。就是，刚进二当家的门，就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啊！一个小小的苦役，沾上了玉罗刹的边儿，被收到门下，就敢到这种场合上来胡咧咧。来人呐，把他给我拖出去！我看谁敢！那是我的人。够了，老头子我还活着呢。你小子说说，这石头到底是什么来路？这没有你的事儿，大当家的，一切都是我的错，跟他没有关系。你要惩罚，就先惩罚我吧。没看出来你还挺讲情义的。我说要惩罚谁了吗？快说，石头到底是怎么回事？哦，回大当家的，因为我这块是一块含金量极高的狗头金。你随便拿块破石头就说是狗头金，老子我见过狗头金，那都是明光锃亮的黄色，你这块只不过是普通不过的一块破石头。不懂了吧你？大当家的，因为我这块是10包金的狗头金，只要把这石头砸开，它里边就能开出黄货来。给老子拿把锤子来！是。小子，别以为昨儿个走运，今儿个还会继续走运。待会儿要是开不出黄货来，我要你脑袋开花！我镇三江说的，谁都留不住你。赌个彩头嘛，也不是不可以。大当家的，这件事情跟杨开山没有半毛钱关系，要认责任的话，一切冲我来。我的娘嘞，还真是狗头金！俺没有见过这么大块黄货，这得值多少钱啊？瞎猫碰上死耗子，还真他娘的让他开出块狗头金！所谓盛世古董，乱世黄金，再加上这狗头金足有1斤重，怎么也比老三所有的东西加起来都贵重一些。大当家的，而且这块狗头金啊，是从二当家的矿口开采出来的，说明我们二当家有福气啊！玉罗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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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罗刹！好，我宣布，第1轮玉罗刹胜出。第2局比准头，看到前面那5个陶罐没有？老2和老3各出1人，开枪打击，命中数量最多者就为胜出。吴二龙，你来。谁不知道二龙山就独眼龙枪法最好？这次二当家怕是要栽了。那可不咋的，这回有好戏看了。打这么大的死物，
多没意思。独眼龙，好样的！怎么样，玉罗刹？这下你准备怎么应付啊？二当家的，我来给他颜色瞧瞧。杨开山，你来应战。我应战啊！二当家的，他一个苦役，估摸着枪都没摸过，让他去上，哼，我不服！我是当家的还是你是当家的？回来！就你，杨开山，你去。二当家的，我摸石头可以，拿手枪不行啊！少给我废话！我让你去你就去，照做就是。我现在能信任的只有你了。要记住，打枪只有一个要诀，那就是专心。玉罗刹，你确定要派这么个软蛋上场？这不是送书吗？认输也不是这么个认法。看他那慌张样，估计连枪都拿不稳，还想跟独眼龙比。再说了，现在就算他真能打中几个陶罐，也不能跟独眼龙的移动靶比呀，是不是啊，大伙儿？是啊，移动靶的难度可比固定靶大多了。看来二当家的是必输啊！行，既然大家都觉得我必输无疑，要不然这样，咱们加大点难度，蒙着双眼比，这要是赢了，那不是更刺激？让你们也输得心服口服，怎么样？有意思。准了，来人，把他眼睛给我绑上。我来。让你小出风头啊！哼，这次让你出个够！干什么呢？嘿，蠢货！反正我有透视眼，绑再厚的布条子都不妨碍我看东西。专心，专心，一定要专心！竟然全部中了！虽然看上去打得很勉强，但是确实打中了。这种怎么算啊？杨开山勉强命中5枚，刚才独眼龙也命中5枚，这一局就算打个平手吧。大当家的，独眼龙打的是飞起的铜钱，他打的是固定的陶罐，难度天差地别，怎么能算平手？要论不妥，不如这样：如果独眼龙能像杨开山那样打中5枚铜钱，我玉罗刹心服口服，愿赌服输。要是做不到，老三，你就不要在这里给我逼逼赖赖。好你个玉罗刹，竟敢当众羞辱我，那我就跟你赌赌命！哼，这第3关大家都知道，老子今天豁出去跟你赌命，你我轮流对着自己的脑袋开枪，谁先认怂退缩，谁就输。有本事你就接下这把枪。好，赌就赌，不敢赌是孙子。二当家的，这次要是想赢，绝对要相信我。这颗子弹在弹道的第4位置。
你这样，你确定？这可是赌命，容不得半点差错。当然啊，我用我的小命担保。你想想，从砸开口头金，再到蒙眼打怪，我什么时候让你失望过？玉罗刹，跟你手下咬耳朵呢。难不成是怕了，想理由认输？我劝你还是早点认怂，滚出这山寨，省得丢了性命。他2次都能杀出活路，或许这次他真的有把握。好，老娘再信你一回。老天爷呀！二当家的真的要开枪了！该你了。该你了，老三，你怕不是手软腿软了吧？放你娘的屁！谁害怕了？二当家真是太带种了，竟然对着自己的脑袋连开3枪，跟着这样有勇有谋的老大，不愁没发达日子过呀！就是，大当家的位置肯定是二当家的，没跑了。刘老刹，你作弊，你不守规矩。此话怎讲？啊，对，你不守规矩，明明说好你我轮流开1枪，你竟然连开3枪，你这是作弊！我要求重新比赛。没错，刚才没说能连开。你笑个屁！三当家的，你这不敢打就不敢打，你找什么其他借口啊？刚才定规矩的时候也没说不能连开，刚才不是挺硬气的吗？怎么到关键时刻就射不出来了？你不错，你方才说的是轮流对着自己脑袋开枪，谁先认怂谁输，可没说只能开1枪。我可没有不守规矩，倒是你现在不敢开枪了，怕是找借口给自己脱身吧？你这是狡辩，钻空子！要是我们2个僵持不下的情况下，不如我们来听听大当家的怎么说。我老头子眼不花耳不聋，并没有说过1人只能打1枪。走火了！老子不抢大当家的位置了，还不行吗？不抢了还不行吗？玉罗刹，玉罗刹，玉罗刹！好，从现在开始，玉罗刹就是我们二龙山的大当家。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我不是故意的，是他们叫我进来的，你信吗？回来，是我让他们把你叫来的，把门带上。哎，怎么，怕我吃了你啊？别坐呀。哦，我站着就行。怎么，当了2当家，反倒变得扭扭捏捏了？大当家的有什么吩咐？这个是给你的奖励。我现在虽然是大当家的，但刚刚上位，
还有很多人不服气，必定会给我使绊子，所以后续还需要你的帮助。好说，好说，好说。看来比起美色，你更喜欢地位和实实在在的奖励。那是自然的。谢大当家赏赐。好你个杨开山，总有一天我会让你对我服服帖帖。最近三花顶的柳子又有些活动，大家一定要注意观察他们的动向。不好了，大当家的，金沙场少了一批黄货。什么？什么？到底什么情况？库房正在盘点昨天的金沙量，过秤的时候发现少了2两。看来某些人没有当总瓢把子的命啊，刚上任就丢了黄货，不会是监守自盗吧？三当家的话可不能这么说。老三，这是本月第3起黄沙失窃，跟玉罗刹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丢了黄货是他自己管理不善。那你的意思是说，之前的黄货失窃，我也得负责任啦？老当家的，你不能这么偏袒他玉罗刹，不然别人还以为他这个总瓢把子之位得来的有问题。你老三，你这满嘴喷粪的毛病应该改一改，否则我听见一次我就抽你一次。玉罗刹，你他娘的抓不到偷黄货的贼，就拿我撒气，我不服！向来总瓢把子之位都是有能者居之，如果新任总瓢把子连个贼都抓不住，恐怕不能服众吧？哦，那你们想怎么办？今天之内，你要是抓不到贼和贼赃，就要退位让贤。今天之内，你要是抓不到贼和贼赃，就要退位让贤。总瓢把子之位不可儿戏。你说的是真的？真在他身上？千真万确，一点掺不了假。这可是你们说的啊！如果大当家要是找到了贼和贼赃，又该怎么办？哼！我镇三江愿意自行卸任二龙山三当家的职位。好，这可是你自己说的。来人，把胡柳子给我绑起来。大当家的，您这是干什么呀？我做错什么了？这个就要问你自己了。给我搜。回大当家的，什么都没搜到。怎么可能？这怎么回事？怎么什么也没有？大当家的，你可冤枉死我了！我对你忠心不二，怎么会去偷黄货呢？你干嘛？大当家都没有定我的罪，你凭什么杀我？你干嘛？大当家都没有定我的罪，你凭什么杀我？胡柳子，腿上的伤怎么回事？这是我前几天和二当家砸窑子留下的。你是谁？你凭什么审问我？从今天起，
杨开山就是我二龙山的二当家。二当家的？这小白脸他跟着大当家的一两天就二当家的了？什么狗屁二当家的？一个小白脸儿也能骑在我身上作威作福了？我不同意。玉罗刹，你现在是大当家的，按说我不该插话，但是二当家的位置不能轻易于人呐。杨开山，现在大家都不服气，该怎么办才好？好你个玉罗刹，在这儿等着我呢。想看我怎么负重？好，我就让你看看我的本事。你小子干什么？凭什么胡乱伤人？就是胡溜子的事儿还没做实，怎么就动刀子了？这样的人根本就不配做我们二当家。三当家，凭这个够不够？现在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敢偷运黄祸者，杀无赦！不是我，是三当家让我做的。那只鹰也是三当家让我毒死的，他就是为了让你在众人面前出丑，想让你输掉比赛。给我闭嘴！你再胡说八道，小心我要你的命！我看谁敢在我面前放肆！我没说死，我看谁敢动他一根汗毛！现在你还有什么好说的？三当家还说让我偷偷把黄金运出去，他就和我五五分账。那些黄货都是在开采的时候偷偷攒下的。好啊你！我说之前的黄货出货量怎么也对不上账，原来是你背后在捣鬼！今天我就杀了你！我老当家的，你看在我这10几年对二龙山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份上，饶我一命吧！你呀你，之前和老二比试的时候做点手脚也就罢了，你现在竟然把手插到我二龙山的产业上了！二龙山有规矩，盗窃黄货者杀无赦，今天谁也救不了你了呀！你干什么？镇三江，你干什么？把老当家的放了！放了这老东西，你会放过我吗？好，你把老当家的放了，我饶你不死。玉罗刹，我还不了解你。只要我放了这老东西，等着我的只有死。甄三江，老子看错了你！少废话，老不死的，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还不是你偏袒玉罗刹，还把总瓢把子的位置传给他。三当家的，刚才我不是故意把你撂出来的，我也实在没办法，你不会丢下我吧？我当然不会丢下你。都给我退后！都退后！退后！否则我跟这个老东西同归于尽！可恶！放虎归山，必成大患。把这里收拾一下，放话出去，这3山5里，谁敢收留这镇三江，就是和我二龙山作对。是，都好好干啊！别给我偷懒儿！你怎么不给我好好干呢？
呀，呀！住手！啊！大当家的，二当家的，大当家的，作为二龙山的二当家，我能不能替这些工人说句话？当然可以。我希望我们二龙山以后不会再发生打骂工人以及克扣他们工资和吃食的情况。好，以后就按照二当家说的办。谢谢大当家的，谢谢二当家的。大当家的，三花地的南霸天来了。什么？他怎么来了？南霸天是谁？在二龙山北面20里外的三花顶上，南霸天是三花顶上另一股溜子，翡翠矿产丰富，但一直想吞并二龙山的势力和经脉。这次来恐怕没安什么好心。走，你随我去会会。好。大当家到！不知南霸天大当家的来访，有失远迎，有失远迎啊！我是不请自来。听说玉罗刹大当家的最近新上位，又多了位了不起的二当家的辅佐，我特来道贺，顺便见识见识。大当家的客气了，人来就行了，还带什么贺礼啊？大当家的，这件礼物价值不菲，是我三花鼎带着诚意送给二龙山的礼物，还希望大当家的亲自揭开。这是失传已久的黄金浇灌的玲珑宝塔，是我们大当家的花费大量金银才淘来的。这座玲珑宝塔据传天衣无缝，内藏有玄奘法师的舍利子，无比昂贵。仿制玲珑宝塔，价值5块银元。玉罗刹，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三花鼎带着诚意来和二龙山谈合作的。如果你收下这个礼物，我们两家化干戈为玉帛；如果你不收下，我南霸天从此不再踏入二龙山。这下大当家的被架住了，不收礼物是和三花鼎作对，但拿一个不知真假的塔就堵住大当家的嘴，也太丢人了。是，南霸天这招真阴毒。南霸天大当家，这俗话说冤家宜解不宜结呀。我们大当家完全可以收下这个宝塔作为献礼，但是你说我们家大当家的要是收一个仿制宝塔做献礼的话，是不是有点欺人太甚？你他妈的就是杨开山吧？我知道你是做苦役出身的，翻身做了二龙山的二当家，够厉害。但是你凭什么说他是假的？就是，我们好心好意过来求和，你们二龙山就是这么待客的吗？这尊宝塔乃是唐永辉3年所制，你竟然说它是假的，这简直就是在打我们大当家的脸！玉罗刹大当家的，你就这样管理手下的吗？也太不识趣儿了。对，大当家，我说把枪放下。既然我们家老二说这宝塔是假的，南霸天大当家的说这宝塔又是真的，不如我们来赌一赌，看看是谁输谁赢。恰好我们这来了一个老朝奉，让他来给我们长长眼。赌就赌，赌什么？我当然是相信我们二当家的，如果这宝塔是假的，我要你们三花鼎1半的开采权。口气不小。如果你输了，我要你二龙山金脉的1半开采权，还有杨开山这小子的眼珠子，这是不是很合理啊？你怎么说？你喜欢单眼皮，合理。来人，把那个老朝奉给我带上来。是。
你来好好看看他手上这个宝塔究竟是真是假。实话实说，不然我毙了你个老木咔嚓的东西，你看好了没？回禀两位大当家的，这尊宝塔，观其形，嗅其味，触其表，都是真真实实的真货。我就说是真的吧，你还不信？非要赔上你一半的开采权和这小子的一双眼睛才够。真的是真货，我老朝奉半辈子在柜台前忙活，打眼的次数不会超过5回。你怎么说？这东西是假的，不可能真。他妈的，不到黄河不死心是吧？我花了大价钱买的，怎么可能是假的？老赵夫，还有没有其他的鉴别方法？你若不信，可以拿小刀刮一刮塔壁，假的锈色单一，鲜艳，且流于表面，疏松，容易脱落；真的，则锈色多彩，侵入塔壁，不易脱落。行。怎么会这样？哈哈哈！你小子还有什么话可说？这锈色分明就是真品的锈斑。现在你们该看的也看了，该验的也验了，总该相信我们大当家说的是真的了吧？玉罗刹大当家的，该到你签字画押了吧？把这一半开采权交给我们三华鼎，还有这小子的一双眼珠子，我今天一并留在这里。都怪这个杨开山，刚当上二当家就使劲嘚瑟。现在好了吧？不仅害得在二龙山失去1脉金脉，还要自己搭上一双眼，真是伤敌1000自损800。可不咋的，我可不认一个瞎子当二当家的。谁说不是呢？都是大当家的太宠二当家了。这里没有你们嚼舌根的份儿。要想活着，就给我闭嘴！愿赌服输，我玉罗刹说话算数。拿纸笔来。大当家的，你别着急。这东西绝对是假的。我说他妈你有完没完？爷爷陪你搁这玩呢。雨罗刹大当家的没有这么做事的。你们说我们的贺礼是假的，我们大当家的不仅陪你折腾，还让你们验宝。验宝的结果你们却又不信，没这么干的。两位稍安勿躁。你到底有几成把握？10成10。那为什么刚刚验的是真的？这个宝塔的做工确实不错，这么验是验不出来的。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鉴宝方法？说玲珑宝塔8个棱角挂铃，这玲珑塔内刻有经文，且风吹灵动，仔细听，里边有佛音远播。什么？还要验呢？老子闲得蛋疼，在这儿陪你玩把戏啊！你当真有10成10的把握？大当家的，我的眼力你是知道的。如果我要是没有绝对的把握，我是不会跟你说这种大话的。行，我再信你一次。倘若我再加上这二龙山另一半金脉的开采权呢？大当家的，金脉是在二龙山的命脉，您不能为了一个刚认识几天的人，就把咱们全部的家当赌上去啊！请大当家的收回成命！请大当家的收回成命！你说话当真，不反悔？都给我起来！我玉罗刹一个唾沫一个钉，说出去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给我接着验！谢大当家信任。既然罗刹大当家的说验，那就给我再验。不过我花了5000大洋买的，你就验10遍8遍也假不了。诸位当家的，这铃铛内确有经文雕刻。
这就真一半了。接着验，让你们大当家的心服口服。老兄我年事已高，耳聋眼花，怕是听不清这铃铛内有符音传出，还请各位当家自行鉴别。好像有，又好像没有。这怎么算啊？不过，这铃铛能传出符音，也只是后人人为制造传奇，不一定是真的。那就是半真半假喽。这塔里边刻的经文是切切实实的吧？怎么想耍赖啊？玉罗刹，赶紧签字画押，把你的所有权转让给老子，还有这小子一双眼睛珠子，我今天一定带走。现在还没有确认这个宝塔的真伪，我凭什么签字？你他妈耍赖！大家稍安勿躁，稍安勿躁。那现在怎么说？老张凤，我再问最后一次，有没有唯一一种可以鉴别宝塔真伪的办法？是那种不可被质疑的。这还有最后一个，快说！这玲珑佛塔内藏有玄奘法师圆寂时的舍利子，这颗舍利子在世间独一无二。倘若打破这玲珑宝塔里面有舍利子，则证明是真塔；反之，你他妈不想活了！你他妈不想活了！老子花了5000大洋啊，让我砸了陪你玩啊！活腻歪了！大当家的，救我呀！我是实话实说呀！小子，你敢动我的宝塔，老子扒了你的皮！到现在这一步，看来也没有更好的办法。那我们就按老朝奉的办法，把这个塔砸了，看看里边有没有舍利子。如果没有舍利子的话，你们三花鼎留下一半的开采权；如果要是有舍利子，我们二龙山答应你的金矿少不了。至于我的脑袋，不用你亲自动手，自己崩了我自己，把我的脑袋摘下来给你当球踢。操你奶奶！玉罗刹，你这人摔了我的宝塔，我要他偿命！太过分了！你们真是太过分了！你们好心好意来求和，你们却这样对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三花鼎和二龙山势不两立。你们别着急啊，睁大眼睛好好看，看看这里边有没有舍利的影子。来来来，快好好检查检查。你个老东西，说是不是被他们收买了？故意说什么舍利子来陷害我们大当家的，我看你是活腻歪了。啊！稍安勿躁，稍安勿躁。输了就输了，拿一个老骨头撒气，算什么本事？南霸天大当家，今儿你是带不走我这脑袋了啊！但是咱们这赌约可说的明明白白，这里边没有舍利子，你们三花鼎今儿得留下来一半的开采权。不可，大当家的，那是三花鼎一半的命啊！民国2年制，什么？这他妈敢骗我！这笔账我记下了。南霸天愿赌服输吗？哼，这是道上的规矩。如果你想耍赖也行，除非过我玉罗刹这一关。我今天让你三花鼎的人一个都别想走出这二龙山。哼！好，我签。哼！杨开山、玉罗刹，我三花鼎的开采权可以给你们，但这笔账我记下了。大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咱们先回去，从长计议。
行了，都退下吧。杨开山，最近风声紧，缸里又堆积了很多出不了水的东西，我这又刚坐上了大当家之位，不方便出声。你帮我去山下看看，看有什么好路子。得嘞。听说品真阁是由洋人出资的典当行，交易时只看货物，不问来由。我先用手里的东西探探路，如果没问题的话，以后二龙山的宝物都可以从这里出手。你们这儿谁管事啊？我就是这品真阁老板。这位老板有何贵干？来品真阁自然是有东西要当。我品真阁规矩，货真价实，价高者得，不问来路，但也绝对不收假货。行，那就劳烦老板和掌柜的帮我看看这货能给个什么价。这是块普通的青玉原石，质地一般，我最多给你5个银元。价格太低了，看来是我来错地方了。走了。哎，老板别急，买卖不成仁义在，若价格不合适，可以再考虑考虑。哪来的穷小子也敢来品真阁凑热闹？大当家，别跟这种人一般见识，误了咱们出水的正事儿。去！哼，赵老板，我爹让我来出一批货，你亲自长眼，别让人打脸。老板，方才呢是我看走了眼，那块原石虽不起眼，但内里是沁色籽料，质地温润，我给你10个银元，如何？成交。就这破石头也值得赵老板亲自费心思，看来这品真阁也不过如此啊。看看我这货，前朝宫廷物件，比他那破石头值钱100倍，给我出个公道价。这可是前朝康熙年间的青金石串珠，宫里流出的珍品，我爹可是费了好大功夫才弄来的，少了500银元免谈。南少当家的，恕我直言，这串手串是仿制品，真品青金石色泽浓艳，质地温润，且珠体圆润，绳结规整。而你这串手串质地粗糙，绳结杂乱，最多值80银元。你胡说八道！这明明是真品，你故意压价，是不是看不起我南家，看不起我三华鼎，想黑吃黑呀？人赵老板说的没错，你这手串啊，确实是仿制的。这青花石用料不足，而且这纹路杂乱。再说了，这上面也没有前朝宫廷的包浆啊。你算什么东西，也敢在这里妄加评论？我看你就是故意跟我作对。你他妈知道我是谁吗？我只是实话实说，你要不相信我呢，你大可以找个人再看看，免得在这儿闹笑话啊。南少当家的，你若是觉得价格不合适，可以再考虑考虑。我品真阁绝不强买强卖。好啊，我知道，你就是想黑吃黑。不是你是不是个爷们儿啊？买卖自由，你要是不卖的话，赶紧走。好啊，我知道，你们俩是一伙的，勾搭在一起黑吃黑。少当家的，说话要讲究公道。我与这位先生素不相识。有病！你给我站住！有种别走，咱们比划比划。我可没工夫跟你在这胡闹啊！不敢比划，我看你就是个胆小鬼，只会嘴上逞强。今天你要么给我道歉，要么就别怪我不客气。南少当家的，品真阁内禁止动刀，
还请你放下武器，否则我只能请你出去。你们都黑吃黑了，还不允许我动刀动枪？行，既然你要故意找事儿，那小爷我就陪你赌一把。咱们验上一件宝物的真假。如果你要是输了，就给赵老板道歉，以后不准在这儿胡搅蛮缠。如果我要是输了呢，我就跪到地上给你磕仨头，从此之后不再踏入品真阁半步。好，一言为定。你有什么宝贝，尽管拿出来。那就劳烦少当家看看我手里的这个翡翠杯，它是不是明朝永乐年间的真品？赌就赌，这杯子釉色这么好，一看就是永乐真品。我不信你，你去把隔壁的刘掌柜给我请过来。是。回三位，这只白玉杯是仿品，并非永乐真品。真品永乐杯白釉，白如凝脂，胎质细腻如玉，杯底有暗刻永乐款式，且釉面无气泡，这是特意做旧，釉色偏浑浊，胎质偏粗，杯底款式生硬，釉面有密集气泡，这是后期仿制的，不值什么大钱。不可能，这杯子这么逼人，怎么可能是假的？你是不是看错了？哎，南少大当家，这愿赌服输，该履行诺言了吧？这局不算，你敢不敢跟我再赌一局？哎呦，愿赌服输可是道上的规矩，你这么坏规矩，你就不怕出去别人笑话你啊？少废话，刚才这局是我轻敌了，我没仔细看，你敢不敢跟我再赌一局？这局如果你赢了，我不仅给赵老板道歉，我还把我身上这块玉佩输给你。若是你输了，就要给我下跪磕头，还要滚出鉴宝这行，以后有我的地方不能有你。这可是真实的下血本啊！二位可看见了？人少东家非要送我礼，我要是不收的话，岂不是太不识抬举了？赌约我接了，说吧，赌什么？就赌那个瓷瓶，赌它是哪个朝代的。掌柜的不许开口，让这穷小子自己说。清代光绪年间，仿嘉靖年间的青花云龙纹瓶，只可惜啊，这是假的。哈哈哈哈！露馅了吧？这瓶子龙纹凶猛，青色浓艳，明明是嘉庆官窑，你分明就是胡说八道。嘉靖年间的青花云龙纹瓶，用的是回青料，而且啊，色泽呢是蓝中透着紫，但是你再看这瓶子呢，它色泽蓝中带点灰。哎呀，这就是光绪年间的仿制品。再让你小子看看，这瓶底的款式上面写着“嘉庆年间制”这6个大字。虽然这楷体仿得挺形似的，但是这笔画偏软啊。真正的青花云龙纹瓶，明代的笔画呢是刚劲有力。你要是不信的话，你拿放大镜来好好看看啊！这位老板眼力过人，此瓶确为光绪仿品，虽非名器，却也是晚清仿古精品。算你走运，这玉钩送你。谢少当家赏赐。哎，还没给人赵老板道歉呢。
赵老板，刚才是我莽撞，多有得罪。还差一事儿呢，东西忘了。年纪不大，脾气倒不小。杨老板好眼力，刚才那尊光绪仿嘉靖瓷瓶，若非行家，极容易打眼。不知杨老板师承何处啊？无师自通，只不过见得多了，懂了点皮毛。方才那块籽料，你磨去皮色试探我，是怕我品真阁眼力不济，误了你的大货。赵老板好眼力啊！彼此彼此。杨老板此番前来，怕不只是为了一块籽料。品真阁规矩，不问来路，不问姓名，但杨老板除外。我对你的货很感兴趣，若日后有更大的出水量，品真阁愿出市场最高价。既然赵老板是爽快人，那我也不藏着掖着。我这儿确实有一批货要出水，量不小，而且长期往来。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请讲。今日我与南镇发生了冲突，三花顶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我担心这日后要是有人以此事来为难品真阁的话，哈。品真阁规矩，只认货不认人。杨老板放心，三花顶还动不了我。行，是个痛快人。日后我带货来，凭此印行事。一言为定。一言为定。办完今天的事儿，我刚好回家一趟，在你店里挑2件东西。那个翡翠，还有那个手镯。哎呦，这瓶子不错呀。赵老板，还有这瓶啊，一会儿一并给我带走。杨老板此番前来，不仅救了品真阁，还带来这么多生意和宝贝。你说，我该怎么感谢你？好说好说。赵老板，你就别跟我开玩笑了啊！谁说我在跟你开玩笑？还是说你玩不起？赵老板，我得走了。哎，玩完再走，也来得及啊。想不到短短2、3天，我杨开山就从一个小小的宝地变成了二龙山的二当家，不仅手握权力，还赚得盆满钵满。你该回家孝敬二老了，让他们放心。可不是嘛！呀，这不是老杨家那小子吗？不是说去二龙山卖苦力去了吗？这怎么回来了？肯定是被人辞退了，不让干了呗。我就说嘛，不是谁都有这个享福的命的。爹，娘，儿子回来了！爹，娘，儿子回来了！开山，真的是你回来了。娘，让你担心了，儿子不孝。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你爹还在屋里呢，
快回屋吧。哎呦，这不是老杨家那小子吗？听说去二龙山淘金回来了，这是发了大财回来的吧？啊，周婶儿，就是挣了点辛苦钱，发什么财啊？辛苦钱？我可听说那二龙山的胡子呀，可穷得很，去10个人有9个都回不来。你这全虚全稳的回来，莫不是压根就没进山吧？周婶，您说笑了。我这要是没进山的话，我这3月吃啥喝啥呀？那谁知道呢？说不定啊，在哪个犄角旮旯躲着，这混不下去了才回来的。行。哟，这是带回来什么宝贝呀？让老婆子开开眼，我看看这淘金淘回来什么宝贝。怎么，周婶想看呢？怎么看不得呀？说不定是从哪个破烂摊子上淘出来的宝贝，出门面的吧？芳芳，你说话不能听。你胡说什么？我儿子清清白白的，从来不会干那种偷鸡摸狗的事儿。是，哎呦，我又没说他坑蒙拐骗，你急什么？行，看，都是街里街坊的，有什么看不了的？哎呀，这是一点心意，孝敬我娘的。哎呦，我当是什么好东西？这不就是染了色的石头，绿了吧唧的？咱们街上啊，5毛钱买3串。老杨家的，你可别让你儿子给骗了呀！这什么翡翠呀，分明就是玻璃碴子。开山，这娘，您放心，这东西是真的。真的？你说是真的就是真的，我还是王后娘娘呢。有本事找个人来看看。有本事找个人来看看，看看是不是真的。周婶儿，你儿子周啊，不就在城里的品真阁当学徒吗？哎呀，就是啊，我儿子可是城里边最大的典当铺当学徒呢，让他看看他的镯子是不是假的。小旺，小旺，哎，快来，快来！小旺，你看看他的镯子是不是假的？儿子，他的镯子是不是假的？我就说嘛，那杨开山能有那本事？娘，这是真的。啥？这是老坑玻璃种，水头足，颜色正，雕工是苏工。我在城里当铺干了2年，总共就见过1回这种货色。你没看错啊？行的事能开玩笑，但这一行我干了2年，要是连老坑玻璃种都看不出来，掌柜的早年我走了。杨哥，这镯子如今市价少说也得这个数，50元，500银元啊！遇到识货的主，600也有人要。哎呦，开山，这太贵重了，娘不能要。娘，你养儿一场，儿子孝敬您那是天经地义的，你可别听旁人胡说八道。拿着。杨哥，容我多嘴问一句，您这镯子是哪来的呀？自然是正经来路啊。怎么，周老弟有话要说？不瞒杨哥，我在品真阁当学徒，时常听来往的客人说各路了子的动静。前几天我听二龙山的一个兄弟说，二龙山丢了一批黄货和一些值钱的物件，大当家正暗地里追查呢。这镯子成色太好，还是老坑玻璃种的，这万一……我就说嘛，一个穷小子到二龙山3个月就能挣回500银元的镯子，这钱呀，说不定就是从二龙山挣回来的。你胡说什么？我们家开山清清白白，从来不会干那些偷鸡摸狗的事儿。清白？那他哪来的钱买这么贵的东西？潘周婶，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老杨家那孩子不会真偷东西了？难说啊，二龙山那地方能有几个干净的？3年挣500银元，我活这么大岁数都没见过那么多钱。他个毛头小子，凭啥？开山，你跟爹说实话，这东西到底是怎么来的？你是不是在二龙山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爹，别听他们胡说八道，你也别着急，这镯子真的是我打工挣来的，来路光明正大。杨哥，不是我不信你，实在是这事儿太巧了。二龙山丢的东西里刚好有几块老坑翡翠，
你若能说清楚这个东西的来历，大家自然也无话可说了。行，这里你在品真阁当差，那你应该知道品真阁的规矩，只认货不问来历。你要是觉得这镯子有疑虑的话，大可以去问问品真阁的赵老板，看看这镯子是不是从他铺子出的。哎，哟，这不周旺吗？你在这磨叽啥呢？哎，二狗哥，你咋来了？路过这巷子，我听说有人在二龙山发了财回来，我寻思过来瞧瞧，别是有人偷了咱们二龙山的财神爷。就你小子，哎呦呵，老坑玻璃种，这成色，连我在二龙山待几年都没见几回。你刚刚说这镯子是谁的？就是他，杨开山。啊？杨开山，杨开山，没听过这名。小子，你这镯子哪来的？老实交代，别让老子费事儿。这镯子是从品真阁买的，有票据为证。你要是不信的话，大可以去查。品真阁？哦，那地方我熟，回头我亲自过去问问。不过嘛，二龙山最近丢了一批货，大当家的正在悬赏追查。你这镯子来的不明不白，依我看，等扣下来再说。哎呦我，哎呦，你他妈放手！这镯子是我孝敬我老娘的，谁要是敢动它，就是动我。完了你了！老子是二龙山之人，你敢动老子一根毫毛，老子二龙山踏平你们杨家屯！哎呦，老子毙了你！你说你是二龙山的人？怕了，完了！老子是二龙山三当家的手下。我怎么记得三当家前一段时间……反正不管怎么着吧，老子是二龙山的正经弟兄，识相的话就跪地给我磕3个响头，把镯子交出来，再给老子拿500银元当汤药费。这事儿兴许能过去。你既然说你是二龙山的人，那你可知道二龙山最近新换了一个大当家的？废话，大当家玉罗刹谁不知道？那你可知道玉罗刹大当家的新立了一位二当家的？你该不会想说你就是那个二当家吧？老子在二龙山混了3年，大当家玉罗刹确实在前几日立了一个新的二当家，那是能空手砸出狗头金、蒙眼打枪、能赢独眼龙的人物。就你这兔崽，也配提他老人家名字？各位乡亲们都听听啊！这小子说他自己是二龙山的二当家，他要是二当家，那老子就是座山雕了。就是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人家二当家那是大英雄，岂能跟他一个臭卖苦力的沾边？我就说他吹牛嘛，他要真那么有本事，早就把二狗子撂倒了，还让人拿枪指着。3个月前还见到他，连车费都付不起，穷得叮当响，连车费都是找别人借。这突然发财，说不准。开山呐，你不会真的去二龙山了吧？你不会真的干成什么糊涂事了吧？娘，儿子可没干什么糊涂事儿，我说的句句属实啊。行，你说你是二当家的，那我问你，二龙山山规第6条是什么？爬不上来。你连山规都不知道，你还敢说自己是二当家？狗啊，你听见了没？这人就是个骗子。二狗子哥，他刚才说那镯子是品真阁买的。啊呸！品真阁怎么？品真阁又不收赃物了。再说了，他说是在品真阁买的。哎，你看你包。小子，冒充溜子头目，按山规该当何罪，你知道吧？老子今儿就替二龙山清理门户，并大当家的还得赏我。你口口声声说二龙山的山规，但是你连二龙山新立的二当家叫什么名儿都不知道。二龙山要都是你这样的货色，早他妈被三花岭吞了800回了。你他妈说什么？我说，就你这样的货色，在二龙山顶多是个跑腿的。
你见过大当家几面？大当家跟你说过几句话呀？你连二当家是谁都不知道，就敢替他清理门户？我在二龙山待了3年，3年还在屯里欺负老百姓啊！真有本事，早跟着大当家砸窑去了，也不至于在这里跟一个学徒混日子。我们二龙山的人什么时候学会拿着枪指着老百姓了？大当家的杨开山，你自己来探亲，为什么不跟我说一下，害老娘好找？大当家的，我才离开了不到半日，半日也是久。二当家的什么？他真是二当家的？不是，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你从品真阁出来就奔这条道，用脚趾头都能猜到。有长进啊！幸好我来了。刚才是谁说的？我们二当家的是臭卖苦力的。你大当家的，小的有眼不识泰山，小的不知道这位爷就是二当家的，小的该死，小的该死啊！你刚才说呀，毙了我家二当家的，替二龙山清理门户。小的有眼无珠，小的吃了朱元鹏的血，求大当家开恩。你可知道二龙山的山规，以小犯上，持枪威胁上位者，该当何罪？来人！大当家的，小的在二龙山待了3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求大当家开恩呐！3年？你说你在二龙山3年，却不知道二当家的名字是什么？拖下去，给我按山规处置！大当家的要命啊！大当家的要命啊！大当家的，我错了，大当家的，饶命啊！你是品真阁的学徒？是。你说二龙山丢了东西，怀疑我家二当家？我也是听二狗子说的。二龙山近日确实在追查失物，但丢的是镇三江叛逃时卷走私货，与我二当家何干？你连这赃物是什么都没有弄清楚，就敢光天化日之下指责我二龙山的二当家？你品真阁的学徒就是这么给人长眼的？大当家的，这个周望呢，也是受人蒙蔽，没有故意要陷害我的意思啊。你倒是好心。周望在品真阁就职，而且我们以后得跟品真阁经常来往，这不看僧面，你看佛面吗？啊？周望，今日有二当家替你说话，我不追究。你要知道，品真阁的规矩从来是只认货物，不问来历。可你的眼睛若只认人言，不认货真，这碗饭你也吃不着。是，多谢大当家，多谢二当家。大当家的，你是这屯子的？是的。刚才你说二龙山丢了东西，是我二当家偷的，还说他的镯子是玻璃渣子。开山，杨二当家的，我老糊涂了，我这张臭嘴，我乱嚼舌根，杨二当家的，对不起。行了，周婶，以后注意点啊！这平时邻里邻居，以后别这么说了，我也不想声张太大啊。周老弟，还有你，以后凡事不知道多问一句，别学人家瞎说啊，多看看货本身。是，多谢杨哥指点。开山呐，这位是爹娘，这位就是二龙山的大当家玉罗畅。哎呦喂，伯父伯母，冒昧登门，惊扰二老了。
不打扰，不打扰。大当家的，我得请坐。不了，我这一身风尘就不进去了。今日来得及，也没备什么像样的礼，这个全当见面礼，伯母别嫌弃。这也使不得啊，大当家的。是不是嫌我这东西来路不正？啊，不敢，不敢。我们二龙山虽然说不是什么正经行当，但也都是劫富济贫的好男好女。况且这手镯是我家传的。那我就更不能要了呀。不成，杨开山是我二龙山的二当家，他的父母也是我二龙山的长辈。开山这孩子从小就老实，从来没让我们这个爹娘操过什么心。自从他前3个月去二龙山以后，我跟他爹就一宿一宿的睡不着，就担心他在外头吃亏。他没吃亏。嗨，大当家的，老汉问句不该问的。我家开山在您那可还好？这几个月，若不是杨开山，二龙山早已易主。他在赌局上赢下矿口，在叛徒刀下追回黄货，在南霸天的圈套里夺了3花顶1半的开采权。他是我二龙山的功臣。哎呀！儿啊，出门在外要好好保重身体，千万别逞强啊！有空多回来看看我和你爹。娘，儿子记下了，回去吧。儿呀，这是你奶奶传下的一套玉佩，成色不好，但是保平安，你带着。别说了，走吧。伯父伯母，改日得闲再来探望。好。3个月前，我离开杨家屯时，以为自己只是去讨一条活路，如今回来一趟才知道，活路不是讨的，是自己挣过来的。二龙山还有更多的事要做，3花顶不会善罢甘休，镇三江仍逃亡在外，而我这双黄金藤的秘密也远未到揭晓的时候。